哈尔滨1年4季半年冬，一口冻梨下去，这就算是来到大东北了。哟，果然是东北人，这豪情，爱了爱了。啃着华梅西的面包，吸着马迭尔的酸奶，再来根老冰棍，地道。我这从小就生在这条街，这条街吧已经100年了。中大街吧有这些老建筑，完配这些鸽子，这才是成为一个这个老街呢。街是老的，这味道应该也是老的。走，整饭。正午，走在街头也能感受到阵阵冷风。冬长夏短的哈尔滨，大肉成了御寒主力。瞧这块大趴肉，得劲儿。但中午的主角不是它，得是另一道菜。想吃正宗的哈尔滨老菜，还得上这家来排队。7个人坐里头那个。啊，对。2号来。像我们这个岁数，都吃着老宋斌的菜长大的，味道基本都是原来那个味道。它要不是那味道，我们就不来了。那个味道是哪个味道呢？走，去瞧瞧。你好，老宋斌。来什么菜？本店特色东北菜：浇汁鱼、锅包肉、红烧蹄筋、干炸丸子、溜肉段、滑溜里脊海米葱、咸盐口的肉片、拉皮儿、黄丝麻酱凉皮儿、葱烧木耳、葱烧海参做法肚，还有笨豆芽炒粉。志奇，成城老宋斌2代目。慢走啊！来6个凉的，好的，干一个啊，干一个。啊，这么切呀！你要拿菜刀，不把你吓跑了？来个小鸡炖蘑菇，来个葱烧木耳，就完活了呗。味道是可以的吧？拿5个盘子。五叔，成城老宋斌1代目，原松斌国营饭店的掌勺人。关于1代目和2代目的故事，待会儿再唠。咱们先整点吃的。哎，那回事儿，来锅包肉好了。锅包肉，哈尔滨老菜，做法一定得老。老宋斌的锅包肉大有来头，7年就有的老菜了，就是最早国营饭店那时候做的方法。国有松斌饭店是1957年成立的，也是哈尔滨第1家国营饭店。说当去的时候也年轻，跟老师傅屁股转，说你教着我这个做浇汁鱼怎么做啊？教着我这个溜肉段怎么做啊？2004年国有松斌饭店解体，我一看这个文化没有传承了，所以我就在这个红尘间又捡起了10几个菜。锅包肉，大饭店变成小菜馆，但老菜的做法没有变。猪里脊得切大片，够口感。均匀抓糊后，下锅油炸2次。第1次小火低油温炸透内里，第2次大火高温让外壳酥脆。胡萝卜切丝，香菜、葱、姜、蒜，这配色像东北大花袄，丰富。入锅提味解腻。传统的锅包就是糖和醋，糖的比例大一些，醋的比例少点。而老味道的关键就是这最后的烹汁。下烹汁也有老手法，火得大，手得快，防止脆壳变软。汁儿全包在肉上了，这个口感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最传统的。不过厨师累呀，那个掂2下，这个一直掂。这分量满足。脆壳包裹着嫩肉，这风味，借用一前辈的话就是
大开大合，舒服。外边你吃的时候非常清脆，等到吃到里边的时候呢，嫩嫩的，外头是脆的，里边呢是软的，可以嚼得动的，糯糯的。我们俩聚到这儿，到你这地方那么老远来吃啥来了？就是来吃老味道。闻着能上来就有酸味儿，你一吃呢还有点甜，你再扒拉嘴回味儿，还有点咸味儿。锅包肉是酸甜口吃货的爱，而不好甜口的吃货们在这儿也能找到心头好。东北老菜溜肉段，一个切段，一个切片儿。溜肉段的精髓在于一个溜字，致芡的比例是关键，恰到好处的包裹住肉段，能流淌又不滴溜，就是最佳。锅包肉呢爆，就是说它是属于爆菜，但溜肉段呢，就是说芡儿包裹的就是比较厚。趁现在不忙了，来说说一代目与二代目的故事。老当益壮的五叔占据着老味道的霸主地位，但终究还是要服老的。后来我叔身体不好，就跟我商量，你说你干这一圈干什么？自己家这个东西你接着干吧。哎呀，一开始也有满意，也有不满意，啥都不会，啥都不明白。哎，怎么能这样呢？你看看这菜，就这样这玩意儿上裤子上，你不挑啊？到这104买单，来104买单来。现在哈尔滨来说，像现在年轻人都爱吃快餐，这种老菜越来越少了。我们再不去传承，再没人去做，这个东西就真的没了。这个传承啊，说这玩意儿叫人那个老同志回忆起他小时候吃的东西。我们总埋头向前追逐着潮流，蓦然回首时，还有人为我们守住了记忆，何其有幸啊！哈尔滨的老友告诉我，自1900年中东铁路修建以来，俄餐就开始在哈尔滨流行。来到哈尔滨，怎么着也得试试。溜达溜达，找个有情调的地儿，这好像有点调调，去看看。小的时候，父母就总领我来。当时在江边溜达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建筑特别好看，像个小帆船一样。还能再来点儿，再往前出了半格呢。打直，打直，再来点儿，再来点儿。你把这个还能再往前来点吗？这上面你就还是可下面这个印儿吧，下面看不着。松哥，江畔餐厅主理人，餐厅内外大小事务都由松哥操心。小时候来过江畔餐厅的松哥，对这个地标建筑十分熟悉。那个年代还是国营饭店江畔食堂。当时来到哈尔滨，一定要拿江畔餐厅做背景照一张照片，这才证明你来到了哈尔滨。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俄罗斯建筑的一个风格。接手地标性餐厅后，还原老俄餐成了松哥的目标。我觉得这个餐厅和这个菜是最搭的，最有意义的吧，就是现在我们餐厅的招牌菜叫犹太肉。这个当时我们也找了很多材料，又找了一些就是能跟当时那个年代有瓜葛的一些人来佐证这个菜的味道。那这佐证的人是？这本书写的特别真实。是，这些都得是这些老人能记载的这些俄侨的这个历史。你哪本书我都没看见，这本书我看见。娜塔莎，俄侨后裔，江畔餐厅美食担当。娜塔莎阿姨，我们是18年认识，她妈妈是俄罗斯人，当时是在给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俄罗斯领事来做一些这个俄罗斯的家常菜，所以她小的时候就跟她妈妈一直在桌台上这个来回转。我这要找一个人，就是能来帮我来调试这些菜的人。正好这个时候阿姨就出现了，她的出现呢，真的对我有很大帮助。
姥姥是俄罗斯人，妈妈是俄罗斯人，这是爸爸，爸爸是中国人。妈妈3岁时候就跟姥姥过来，那时候都过来嘛，都往这走，有修中东铁路的，有些俄罗斯人，有那个做生意的，就跟着他们一块儿过来的。有了娜塔莎阿姨的加持，犹太肉得以还原，味道吗？说实话，我觉得特别好吃，有那个家乡的感觉。回家以后，我看见了就是我妈妈做了那个菜，所以味道就是一样，肯定是一样。犹太肉的做法细节满满，选料只选脂肪结实的牛胸肉，在低温油炸，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焦壳提供了丰富的香味层次。炖煮时放入梨，提供甜的复合口感，又解油香的油腻。自调的辣酱，松哥守口如瓶，一直小火慢炖，不停淋汁，让所有味道彻底穿透。汤汁收至粘稠时，大功告成。酥烂的肉伴着浓厚的汁，肉香中夹杂着果香，甜咸前味，后是微辣的后味，只能感叹哈尔滨兄弟会吃。松哥大显身手后，娜塔莎阿姨也不甘示弱，要给我们做到地道的俄式小吃——油炸包。都是在中央大街出现过的一个小吃。就俄罗斯的小姑娘，可能穿着一个布拉吉，拿着一个小木篮，那个沿街叫卖的。制作诀窍呢，绝不传授，只能偷拍。鸡蛋打底，倒入牛奶和面粉，包入馅料，下锅油炸。牛奶的香味被高温激发，整屋飘香。这么多馅料，难以抉择呀。如今，娜塔莎阿姨已年过70，始终保留着俄式生活习惯。这个湖有历史，这个湖，因为这个湖过去，我太姥爷在这个喝过茶。这个萨玛瓦有很多种，就是这钢印越多，越原始越老。过去俄罗斯人家每家都有这种酒柜，这个酒柜这有一个小案板，切面包、切熟食啊、切点心的作用。你像这些老人啊，都熏，还有那些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个奶炸饼。这个奶炸饼算是一个甜品吗？它算一个，不属于甜。松哥和娜塔莎阿姨还在不停地恢复着俄式老菜品。他们说，想让现在的年轻人有机会慢下来，品一品那曾经飘雪的旧时光。到深夜，全国吃货第一选择大概率是烧烤，何况是在大东北的地界儿。我们东北吃串儿吧，愿意吃比较小一点，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3顿小烧烤。一楼放下空台，一楼放下空台。2位是吧？2位旁边单人上2楼，左边单人上2楼。2楼放下空台，2楼放下空台。大喜，老魏烧烤霸道总裁。4和12。
葱爪来4个，啊，心管5个吧，5个或者10个小串哈。主食呢，烧饼、馒头、面包、疙瘩汤、方便面，方便面加蛋呢。听着店名就知道是老味道，没错。至于老味道是什么，得问大喜。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我们家这个店呢还是一个地摊儿，干了好多年之后吧，中间休息了几年，再次出摊的时候吧，然后就有好多以前的老顾客呢遇到了我们，就说还是以前的老味道。既然大家都是这样称呼我们的，我们就起这个名字算了。让我来看看到底有啥老味道。你今天点的什么呀？我今天点的亮筋儿。亮筋。知道亮筋是啥吗？我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总吃。哎，等等，亮筋到底是什么呀？我知道，牛身上的一种筋皮，应该是肋条吧。最厚一点啊，带点肉。这块也要了，这块也要。亮筋是牛这个脊背上的2块外脊肉的这个上边的一层筋膜，它这个特点就是口感呢比较有嚼劲，但是又能咬动。走了。烧烤里边这个亮筋这个串吧，它是一个传统的品种。刚刚出地摊的时候就有这个产品，就一直卖到现在。然后很多老顾客呢就会特别认这个东西。坚持传统生烤烤法，在烤制过程中不断翻面，确保每一块肉都均匀受热。这手法没个几年的烧烤功夫，驾驭不了这筋肉相间的极品。守住口味，大喜有自己的规矩。我们家对调料的要求呢，从上一代就传下来一个说法，就是不能用香精、色素、嫩肉粉等等这些人工合成的这种添加剂，都是市场上买到的。像这些就是糖、盐、味精这些东西了嘛。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研磨的八角的粉。调料自然只是面子，里子里是大喜研制的个性配方。每一种烤串都有专属的味蕾秘方。至于具体是什么配方，问是问不到，那就直接吃吧。肉质饱满，筋膜弹牙，配上大喜专属秘料，真香。除了亮筋，老味烧烤人气居高不下的是一种勇敢者的专属美味——蚕蛹。这个确实营养价值高，我们普遍都认为一个蚕蛹相当于3鸡蛋。这先看看怎么做，再决定吃不吃吧。来到这儿以后呢，我就是先推一下，看看它活泼的这个状态怎么样。这个白色点的这个就是比较健康，好的蚕蛹。这种呢就黑色的，就是已经就不太好，就不行了。历年来，蚕蛹都是东北烧烤界公认最营养的菜品。注定不能化成碟的蚕蛹，用最简单的油、盐增味。最难的则是火候的掌控。如果太旺太急的话吧，会把这个皮烤糊掉。然后就一定要好一点的火，相当于中火往上，大火往下。刷完油之后呢，会烤得比较干，皮比较干，但是里边的芯儿呢，还是这种比较湿润的、比较嫩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皮烤到火候的话，皮是脆的，就可以是连这个皮带里边的肉是一起吃，这个是最好的火候。闻着这小香味儿，让我也勇敢一回。小学的时候了吧，有的时候放学回来的时候呢，就到这来撸几串。现在呢大了，依然下来做一做，但是味道一直没有变。我家在对面住，然后我是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妈领我来吃。后来上大学以后，在这边住，就是我同学找我来吃饭，然后肯定就先上这儿来吃。我们不要去南方啊。
刚去南方之后回来，就最想吃的就是烧烤。去外地找不着自己可口的烧烤，不知道为什么。最早只为照顾父母，大喜继承了小店。我就觉得父母年纪大了，反正他们老两口自己做这个生意吧，太辛苦了。我就决定回来帮他们做一段时间，结果呢，这一做就一直做了这10好几年，就一直也再没有出去。现在大喜对味道有了自己的坚持。我个人的理解里边呢，烧烤呢是不能做大的，小吃就是小吃。它一旦量大了以后呢，出品这种质量啊，都没办法去达到我们的这种老味道的这种理解。能守住口中的味，就需要守住心中的味。这味道，大喜已守了15年。他告诉我，他想一直守下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守好这个店，把这个店传承下去。来，行，5毛钱，5毛了啊！5毛钱一斤，5毛钱一斤。哈尔滨的早餐，那绝对是包子配羊汤，生活奔小康。对于一个我这样的南方人，是无法理解哈尔滨人对包子的迷恋的。要弄清楚这缘由，得问他。整会儿呗，整会儿啊，整呗，那就整会儿呗，整会儿。等会儿，放错素材了。哎，这回对了。来几个包子？酱肉一个，三鲜一个，肥牛一个。来3个牛肉，3个豆角。还来别的吧？抓紧点时间，快点啊！还来啥的？白杨包子铺主理人。包子没有了，快点，抓紧时间啊！马上包。酱肉包来了。杨姐，白杨媳妇，包子大神。3天再来2都香。都吃挺好吃的吧，比较适合我的口味。包子香的秘诀得从菜市场说起。凌晨5点，新鲜的牛肉送到市场，白杨定会准时出现，把最优的一小波肉挑走，还得抢走一块特殊部位。多少？12斤吗？这包挺好吃的，他家酱肉包别地儿没有，酱肉这个馅儿是一绝。而这镇店之宝酱肉包，原料就来自于牛的这块特殊部位。牛的边肋这块肉又薄，吃到嘴里特别有韧性。边肋牛排骨的侧肉，嫩肉上附着着丰富的筋膜和肥油。杨姐做酱肉馅，先将边肋爆香，使得筋膜收缩，油脂焦香，再加香料，进高压锅压制入味。压制好的边肋再做馅儿。肉的嫩，油的香，筋的 Q 弹，全裹在包子里，果然是包子界的 YYDS。我们家的包子啊，皮儿薄馅儿大，舍得放馅料。这大肉馅儿，满足。为了保证包子入口时的最佳状态，白杨有着严苛的温度控制，一律现包现蒸，外加保温箱护法。觉得吃进嘴里的温度应该达到50度到56度左右，这样时候呢，就是能发挥这食材最佳程度。这个时候吃的这个温度应该说是最佳效果。
来几个包子啊？4个。他家馅儿特别纯正，皮儿薄馅儿大。从小在这边吃包子，大概快30年了吧。最开始卖的时候，包子也很大，而且价钱便宜，那时候才1块钱一个。我从小就在他家吃，那时候挣的少，现在我就当早餐吃，经常来，3天5天不来就想，味道没变，30年都没变，这味道，变了我们马上就能吃出来。87。虽然开着包子铺，白杨的骨子里却是个文艺青年。在家像小孩一样，喜欢弹琴，喜欢画画。不能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这张，哎，我画了好几个呢。这是我爱人，这是他睡着的时候，我偷偷给他画的。这个画吧，就算我们全家福吧。这是我，这是我姑娘，这是我姑娘。哎呀，提起我姑娘，确实挺伤心的事。多么可爱一个小姑娘，长得还漂亮，比我还跟我差不多一边高。她那年得病那年18岁嘛，就霍金那种病，视金难题，看不了。正好2年，这2年我就主要在家伺候我姑娘，我爱人就在这包铺做包子。一个是你还得生活，看病还需要钱，反正现在那过去8年，我跟我爱人感觉呢，有事儿做呢，可以把这事稍微淡忘些。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包子铺的忙碌让白杨夫妇慢慢走出阴霾。生活虽然时常伴随着伤痛，但依然值得我们好好生活。杨哥，加油！以后你也开饭店，行不行？行。行啊。开多大的？5层楼。啊？开多大的？1栋楼。开1栋楼的。看样子，程程老松斌有了新的接班人。五叔离向往的退休生活不远了。做法很多，现在松哥和娜塔莎阿姨正在还原一道马林娜塔老菜。收到，6位啊！大喜依然和父母共同奋战在烧烤店里。这个桃挺好，这叫什么桃啊？白杨大哥和杨姐今天收工的比较早，难得有时间一起逛逛。在这座怀旧之城，看到有太多人在坚守着回忆，他们回忆着土地，回忆着过往，回忆着味道。我相信，当多年后我也在回忆时，仍会记得哈尔滨的老味道。带着对老味道的眷恋，我们江湖再见。